欢迎登上杜兰戈银盾窄轨列车。这条铁路被称为全美最惊险的铁路，沿着100年前拓荒者开辟的铁轨前行，一侧是陡峭的山壁，另一侧是深不见底的峡谷。这一次我们要乘坐这列已经运行了1个多世纪的蒸汽火车，深入落基山脉的腹地，去亲身感受这条悬崖铁路的震撼与传奇。我们还走进了更早年代的车厢，了解了列车员的生活，还有一段被称作幽灵列车的往事。准备好了吗？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大家早上好，我们2个人今天要去坐火车。这是科罗拉多特别小的一个小城市，叫 Durango， 可能你们都没有听过。是，然后今天我们坐的火车呢，其实中文名翻译过来叫银盾火车。以前是运木材还有这个采矿的这么一个车，那现在呢还是用的这个老式的车厢，变成观光了。我们昨天收到邮件呢，因为洪水吧，就是因为最近下雨下得多，所以呢我们可能只能换一辆车，到中途就回来了。就是我们走的是冬天的那个线，叫 Cascade 的线。对，它冬天是为了下暴雪才走这个线的，所以其实有点遗憾，太遗憾了。就在我们马上要登车出发的时候，我们的火车因为前一天的大雨冲毁了铁轨，被取消了。我们所有的拍摄计划也全都被打乱了。那时候的我们面临一个抉择，是推迟机票赌一把铁路能恢复，还是带着遗憾按原计划飞回西雅图。这让我们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我好难过，我现在都想哭出来。是，所有人都是为这个火车来，然后我听到有人说，如果明天没有票，他们就走了。对，他们也要走了。咱们明天的飞机走了。对啊。直到第2天清晨，我们正准备去机场时候，远远看到那辆火车重新开动了。于是我们当机立断，立刻改掉所有的航班和行程，重新预定了火车的座位。所以大家现在能看到这些画面，其实是我们拼出来的幸运。大家可能随时会看到我们俩就消失了，我觉得也有可能会改行吧，做点别的。有可能啊。准备好了吗？我们一会儿要去荒野了。耶！火车一定会出发的。这里就是德朗戈的车站，这个车站呢有100年的历史了，1881年建立的。我们为了这趟火车把飞机票都延后了。我们的票好check in吧。Okay, Vintage Coach 3. Yeah. You're going to be, that is your train out Okay. there. You're going to be down towards this end. You're going to be the very first car behind the locomotive. You're good to hang around. Okay, thank Thank you. you. Bye bye. Have a great day. 现在我们进到了百年车站的内部。这是它的火车出发时间，从哪儿到哪儿。对。但是我们今天呢，本来是到 Silverton 的，但是这个火车不能到达那个地方了。对。我们到中间的荒野站叫 Cascade 站停歇。是。所以我们全程是5个小时。也还好了，也还好了。我知足了。知足了。里面一进来之后，就有浓浓的复古的气息，它所有的色调这种淡雅的，你看有点像那种巧克力蛋糕的这种颜色。说这个是一个当时19世纪特别流行的一种风格，颜色啊。所以美国很多地方都有这种风格。是，然后包括这个，你看这个老木椅子，又是非常有年代了。对，你现在摸的时候，可能在跟19世纪的人握手。对，是吧？你这感觉哈，大大的这种落地窗啊，这都是当时的一个风格。还有这边啊，这边墙上的这个就是这个创始人哈，应该是这个建造者的照片。你看，还有这种老式的暖气。这边呢，实际上就是卖票的这个窗口。哎，小雨，你看这儿，这还有一个炉子。对。这是烧柴的炉子，应该是冬天的时候，非常冷的时候，它其实还是运行的，然后这就可以烧暖气。然后这边呢有很多的旅游手册，有一些什么就旁边的旅游的和吃饭的地方的这种介绍，然后你就可以在这边拿一些小册子，然后去这个地方体验就可以了。是，然后它也是一个老木板儿，对，非常漂亮，它都是画的，还有花呢上头。这是一个以前解东西的时候的一个桌子，因为我们在美国的邮局见过这种桌子，就是它很人性化。这个桌子这儿带一个小倾斜的角度，然后你可以在这儿这样写，特别的舒服。这就是火车站的纪念品商店，然后这里面你可以买很多纪念品。我觉得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如果你今天你觉得冷的话，你可以在这儿立即购买一件抓绒衣，这还是挺有实际意义的。对，然后它还有很多那种挂牌啊、冰箱贴啊、地图啊，这种历史的书啊什么的都可以，都是跟这个铁道相关的这种纪念品。来，我给你配一个。哎，我可以带它进去。来，这个颜色太逗了，矿工哈，就是因为以前这火车是拉矿的。对。哇。
能闻到那个味道啊，有那种跟烧煤的味道，烧煤的味儿，对，很浓的味道。是，趁着现在还没有登车的时候呢，先大家浏览一下整个这个火车的这个车厢，因为它车厢是每一个几乎都不一样。First class 是最好的，是你坐上去之后，它有各种的餐点可以吃，然后饮品也是免费的，它是有服务人员的，特别的贵宾。对，本来我们买的是这个车厢，就是有服务的，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车被取消了，所以我们就抢不到这个 First class， 就给折腾没了。我们本来买的就是这个车厢，叫 Night Sky。这个车厢是全顶都是这种透明的，然后是一个大穹顶，非常漂亮。你看景色的时候是整个非常通透的，感觉是一个享受型的车厢。是，这个车厢应该是豪华车厢，它的豪华不在于你有服务，它没有任何的服务，和普通车厢是一样的。但是呢，它只是座椅上它是沙发，可能比较软一些。我们今天要坐的车厢就是它的普通车厢，它叫 Coach。但是它的车厢会多一些，可能有3个车厢吧。然后就是大多数人都是坐这个的，但是它也是复古座椅。这个车厢是最特别的车厢，看到了吗？这像完全对，像是拉马的，对。这个是你如果坐这个车厢，如果在这个季节的话，一定要带好所有的装备，围脖、帽子、手套。但是它的座椅是就是面对景色的这种，就所有座椅都是这样面对着景色的。这是什么车厢啊？这应该是餐车哦，餐车啊，这一看就不一样哈。对，能看到里面有一些餐食的架子啊。今天我们坐的这个火车呢，非常的特别，就是属于美国最古老的火车之一。最早以前这个车呢是用来拉矿、拉那种银子什么的，但后来说银价暴跌以后，就是他们就都失业了。然后后来在很多年前就改成了这种旅游观光的线。现在在我们面前呢是它的复古的火车头。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乘坐的473号蒸汽机车，它于1923年制造，属于窄轨蒸汽火车，是当年为穿越落基山峡谷而特别设计的机型。这种型号最初建造了10台，如今全世界只剩下3台仍在运行，而且都在杜兰戈到银顿窄轨铁路上。列车满载时重127吨，在燃煤的时代，从杜兰戈到银顿往返一趟需要约6吨煤和1万加仑的水。如今473号车已改为燃油驱动，在保留100年蒸汽结构的同时，也能更环保地运行了。当汽笛在山谷间回荡，蒸汽喷出的那一刻，真的会感觉这不是一列火车，而是一段仍在呼吸的历史。我们现在要登车了，这一块都是铁的，然后会放一个小小的踏板。你现在登上的是一个有100年历史的车舱哦，这整个铁都锈锈的了，都已经掉漆了啊。是一个小小的门，真的很小啊。这边是洗手间是吧？对，这是洗手间。你看这么小的空间，它还设计2个洗手间出来。哦，2个洗手间。对。然后这是一个很古老的门，它的声音好。然后进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标准车厢了，每2个人一个座。但是它这边的什么油灯啊，还有灭火器啊，还有垃圾桶啊，都配备的很完全。这就是我们的座位了。这个座位是在3号车厢的最前面，这个沙发非常的软。我坐上去整个陷下去了，是，我觉得根本不用豪华车厢哎。其实这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挺好的了，而且你看它的复古感特别的强，上面还有一行李架。哦，对，小行李架这么小啊，就这么大。然后这个窗户是可以打开的，你看这个窗户其实在齐腰的这个位置。复古的油灯，然后这是小小的行李架，你看上面还有那个小小的编号，上面也是木质的，你看整个这个斑驳的感觉。这边呢就是车头，这儿有一幅画，应该画的就是一会儿我们的场景，就是在这个山崖上面走。Station car, which is located about 3 cars behind us here, will be opening up a half an hour after our departure from Durango, and once the conductors come through and has collected all the tickets. As close to 8 inches between the train and rocks, trees, and bushes. Now the platforms that are on either end of this car, we ask that you do not stand or ride on those platforms.As they are reserved for members. 你看你脚底下是什么？是我的包啊。那有一个热风口。哦，你看通风的。看到了吗？哦，还真的是热风。对啊。我们2个人非常愚蠢的早上加了一条秋裤。愚蠢。愚蠢。车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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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走了。哦，我们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现在我们的火车缓缓的移动。出发了。对，
现在冒了很大的烟。哇，好大的烟呐！这个火车还是很晃，然后它发出那个吱扭扭的声音，就好像那个家具那个扭动的声音。对，然后前面车头一直发出那种呜呜的声音。是。哇，它整个过程都要这样。对，因为它穿过城市嘛，提醒所有的路口的人的注意。啊。Tickets, folks? Oh, great.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检票。我们现在火车在行驶的时候，我们的右侧呢就是一个高山，还有底下是一条大河。这条大河叫阿尼玛斯河，这是它这边一直贯穿科罗拉多的一条大河。其实我觉得坐这个车坐右面是最好的，对，因为很多人选左面坐，最后都坐回右边了。是，因为这车也没坐满，可以随便坐。这个景色几乎都是在这边。是，伴着汽笛声，我们的列车缓缓地启程了。10月初的科罗拉多是秋色最灿烂的时间，清晨的阳光透过薄雾洒进车厢，金黄的白杨林、闪着光的湖水，还有远处被雪线覆盖的群山，像一幅幅流动的油画。我们从杜兰科出发，一路沿着安尼玛斯河向北前行，目的地是卡斯凯德峡谷。这段铁路是银盾列车最精华的段落。现在呢，我要带大家探秘一下我身后的这个厕所，看看这个有100多年历史的老火车的厕所是怎么设计的。哇，这个厕所显然是新的，是新设计的。然后这边有一个水池子，哦，这还有洗手液，然后这还有纸巾，这还有一个镜子，然后这边是个小窗户，这边有一个垃圾桶，非常简单。这还有水。我们2个人现在要去那边车厢看一下。好，一步迈过去啊。好。怎么样感觉？这儿太棒了，这是一个观景车厢，然后整个是没有玻璃的，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对，这儿非常适合拍景色。对。但是这块很冷哦。对，真冷。其他车厢的人也都会跑过来这个车厢来看景色。其实我觉得这个车厢其实还是很值得来买这个座位的。对，但是如果你只买这个座位的话，如果在冬天的话会非常的冷。对，非常的冷。我建议啊，还是你买 coach 座位，出来拍一下，然后就回去取暖。啊，对。小雨，现在是经典啊！现在我们要穿过这个山间了，车的两边。哇，天哪！哇，我们能看到车是挨着这个墙壁过去的，这边也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峡谷可以看到下面是水，然后上面是一个贴着山间的小道，下面就是悬崖。嗨烂是杜兰戈银盾窄轨铁路中最令人惊叹的区段，铁轨仿佛悬挂在岩壁之上，一侧紧贴坚硬的山体，另一侧则是深达400英尺的峡谷，最近处距离悬崖边缘不足2英尺。
在1881年到1882年的冬季，拓荒者们用绳索垂降岩壁，爆破山石，在这片峭壁上铺下了铁道，成为开拓时代人类与自然抗争的见证。如今我们乘坐着100年前的蒸汽机车，沿着同样的路线，以旅行者的视角再次穿越这片峭壁，心中感叹开拓者的勇气。哇，天哪 ！Oh my god， 这就是 High Line， 这就是高线。就是我们现在，其实说实话，我挺紧张的，因为现在这个火车的边界距离悬崖就这么窄，这是我第一次坐这么恐怖的火车。对，这个火车很慢，现在开的。是。多近！哇天！这叫断头石啊！是。这真能摸着，我摸着了。哇！天哪！这边彩虹，这边。湍急的河水，还有它的那个岩石上的这种肌理的感觉，太棒了。火车在冒着白烟，它在加力啊，感觉。当列车驶离海兰，火车从悬崖边逐渐深入峡谷地段。安妮马斯河在铁轨旁咆哮，河水的轰鸣与蒸汽机车的汽笛声交织在一起。我们几乎分不清哪个声音来自机器，哪个属于自然。它们好像在进行了某种较量。这声响提醒着我们，这片风景的背后依然是人类无法轻易征服的荒野。哇，火车又加速了。对，加速了。它好像在上坡，在努力使劲。水很大，前2天因为下雨嘛，然后发洪水了，所以现在水量很大。对，我们身后就是湍急的河水，非常的壮观。这个火车经过峡谷的时候会喷气，我觉得它是故意的。故意的，要制造一个效果。对，但是效果确实拉满了。对，列车员告诉我们说，哎，这边有彩虹了一会儿，然后我们就到这边来拍。是他完全知道会发生什么。哇哦！我们现在穿过的是完全我们游人不可能到达的地方，因为这里是没有公路的，只有铁路。所以说，这就是坐火车游玩的意义。是。This river the river of the lost souls because they tried to ford it and were never encountered again. So please stay away from the river during the duration of our time at Cascade Canyon. 天哪，你看这儿，我们的车停在了一个瀑布的这边，我们跨过它，看这个停车的位置也太惊奇了吧？对啊。我们的车又停了，应该是一个站。现在我们车就在一个非常荒野的山谷里，四周全是高山，还有树木，然后我们是在阴影下，特别的冷，所以说要来这儿一定要多穿衣服。倒车了，是不是要停一下？然后可能车要转过去。啊，它要拐弯要回去了。对。
Cascade Canyon 是我们旅程的折返点，火车利用一个三角形的轨道，沿着其中一条支线开进去，再倒退进入另一条，这样就能在峡谷里完成掉头了。没有转盘，也不需要拖开车头，整列火车靠这3段轨道就能反向行驶。这种设计在100多年前就被广泛用在山地铁路上，简单可靠，还能在极窄的地形中工作。我们到 Cascade 站了，可以下去看一看，在这停留1个小时的时间。哇，真冷啊！哇，这就是我们的火车。我们停的位置是一个深深的峡谷，然后这边有湍急的河水，一定要小心啊！哇，当这个火车停在野外的时候，会感觉特别的漂亮，就好像是画了一幅画一样，就想象中这么一个复古的火车在荒野里。现在我们已经停靠站了，在 Cascade 的这个峡谷，然后在我身后呢，就是我们这个复古的473号火车头，100多年的历史了，带大家看一看啊。它是一个黑黑的钢铁怪兽，对，它现在还在冒着蒸汽，对，冒着蒸汽，好像它是有生命力的，在呼吸的样子。这个473号的上面这边就是驾驶室，你看，在驾驶室离这个车头前面还有很长的距离。驾驶室里面呢，实际上就是机器，然后上面呢，这还有这种像锅炉一样。你看，这是传动轴，这个轴呢是会带动整个火车去行进。在这个位置，1923年，车头前面还有一个可以像是在铲雪用的这种东西，像一个大铲子一样。哇！感觉全是水汽，可以当面膜用。哇，好湿润！我现在手都湿了，瞬间湿了。小雨，你看你脚底下的这火车道，其实并没有想的那么深哈。对，它就是2根这种钢筋是，你看这边很薄感觉。对，但是你能看到，从这边可以看到下面的木头啊，是一节一节的。是，这枕木都完全埋在地下的。下了火车以后呢，这边有一些座椅。然后可以看这个河水，然后这边呢就可以坐着吃饭，可以在这儿野餐。对，夏天的话，我觉得是非常的凉爽哈。对，然后那边呢就是一个 Cascade 的一个亭子，然后也可以在那亭子里边吃饭。对，但是这边就没有什么商店啊什么的。我们现在来到了餐车，这个地方很复古啊。这个地方好像一个老的酒吧。是。这边有很多的小零食，有糖啊、薯片啊，还有爆米花，还有一些咖啡，就是一些零食哈。对。Are those snacks everything for you, miss? 咖啡3块。你看这餐车的顶棚，上面还有一排小窗户。这边有一个置物架，这还有一个门，这个门应该是可以这样拉开，可以拉开的。然后这边还有一排像柜子一样的东西，估计是储物。这边全是放的货。我们的午餐是酒店的早餐。然后刚才我们俩去餐车了，然后本来想买一个 hot dog 的，但是我跟他要 hot dog 的时候，他说我们都卖光了，所有的这种就熟食吧都卖光了。然后所有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都啊。现在我们的左侧变成那个悬崖风景了，右侧变成溪水。也就是说，你无论坐到哪一边，你都可以看到2个风景。现在呢，光线从峡谷这儿全打过来了，所以说现在的整个的颜色，尤其是秋天的色彩就全出来了，特别好看。火车在 Cascade 掉头原路返回，这时晨光刚好照进山谷，秋天的色彩变得更鲜艳了。我们在温暖的车厢里欣赏着秋天的美景。2个多小时以后，我们回到了杜兰戈火车站。
到了。这个车厢就我们在旁边这个车厢呢，是最特别的一个车厢，叫做 Silver Vista， 就是银色的这种视野的这种车厢。银色列车，然后它也是透的吧？开放的，对，然后连顶都是透明的。好了，我们全程5个小时的体验就结束了。那今天呢，坐这个100年的火车，我们两个还是非常兴奋的，而且整个这一路看到的风景都是从来没有见过的这种风景。Thank you. Nice to meet you. Of course. Safe travels back to China, guys. 体验完了火车的旅行呢，在旁边就有一个火车博物馆。他们这是免费的。然后这里面呢，不光有火车，还有很多的就是动物标本啊、老爷车呀、摩托车、飞机、船。但是最主要的、最吸引我们的还是那个火车。我们一会儿带大家看看，就是比今天我们坐的这个车还复古的车厢是什么样。它叫 Doghouse 啊，列车员坐在里面的，什么感觉？很棒啊，感觉小小的像个轿子一样，是吧？可以瞭望，是吧？座位还比较软啊。然后这还有一个煤油灯，还真是。这块有个煤油灯，它整个全都是木头的，全都是木制作的。它这块有一个小车窗，然后可以看出去。对。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特别复古的老车。这个应该比咱们今天坐的还要复古。对，而且呢，它是没有经过现在这种旅客的这种改造的，是它是最原始的那种木质火车车厢的样子。它的这个门大概是跟今天差不多的这种宽度，也是木门。对，感觉这个门很像哈。对，但是你看里面就不一样了。对，进来呢它是一个洗手池，其实是，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其实不在了，只有一个池子在。然后你看整个它全都是这种木头上面上漆的，然后这边呢它有一个炉子，对，它应该是一个加热的炉子，可以打开到就是很黑的一个储物柜。对，上面有全都是储物柜，然后这里面呢跟今天我们坐的火车完全不一样，它下面是这种沙发的这种座椅，然后我感觉它不是个床，因为它上这边中间呢还有一个这种阶梯可以上去，然后上面呢是观景的这个座位，这个是最有特点的。对，这个设计简直太棒了。来，小雨，演示一下，小心啊，不要磕脑袋。这节红色的车厢叫 Caboose， 在没有无线电的年代，它是列车员的家。他们在这里生活、值守，从车顶的瞭望窗监控列车的安全。今天的铁路早已不再需要这样的守车了，但它见证了那个靠人工守护安全的时代，也成为铁路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象征之一。都是皮质的。哇，我真想躺一下。对，下面也是木头的柜子。嘿，还真能躺我的长度。同志们，我现在躺在一个100多年前的火车车厢上，然后我现在想了一下，车在晃。但是它这个床很容易晃下去，把人。应该是啊，它这有点弧度哈。对。100多年了啊，我这是躺在，就是无数个人躺在这个地方，活着的，走了的，我天哪，可怕！哇，这绝了啊！而且这桌子还能掀起来。对，如果坐在这儿呢，然后把这个煤灯点开，然后我就可以在这办公了。哇，然后再想想外面那个经过的风景。这个桌子很像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的那个桌子。对，老式的。而且这里面写了好多的东西，乱七八糟的。就像以前的课桌一样。然后在这办公，看着外面的景色，太赞了。你看上面是什么呀？上面还有一方块的呀。可能都是放东西的吧，就是小储物柜啊，也是小储物柜。对，你看你后面这儿也是储物柜。你有没有感觉这个火车车厢像房车的设计？对，是吧？其实我觉得他们很多设计都是相同的，就是充分利用储物的空间。对，包括他们的卫生间的，就是这种冲刷什么的，跟房车都是一样的。是。看脚下啊。你看这个车厢，这块是一个观景的地方。你看这2个是连着的，也就是我可以坐在这儿，火车在走，我就可以在这儿待着。这是一个完全的，你看是一个阳台。这个更绝啊！这是一个炉子，然后这有柴火，也就是以前的火车是烧柴的，就是取暖烧柴，不是像它现在这种暖风的风口。这个更在，这个里面的色调都是这种很老的这种黄色，奶黄这种颜色。然后上边实际上是一个可以下来的床铺上铺，
这非常像咱们之前做完的那 Amtrak 那个现在的美铁的火车，然后底下呢就是床，而且可以铺床垫子。哎，这边有一个演示，这上面都有褥子都铺好了，上面是窗户，是透气啊，应该是窗户。对，但是这个呢很奇怪，就这个床怎么上去呢？你看你这块还有一个这么高的檐儿对，这怎么上去呢？它没有那种现在那种梯子，是吧？对。然后你看整个这个车厢就是一个卧铺车厢，这个位置竟然有一浴缸。这边呢是这个火车的厨房区，你敢相信吗？这里面是给这个列车的乘客做饭的地儿，方的窗户，还有这种非常复古的布帘子、水壶啊，这是灶台子，你看100年前的灶台子什么样？还雕花呢，是纯不锈钢的。这还有电熨斗，你看这还有一烧水壶，这边有2个洗手池子。啊，这竟然还有排风机，难以想象那时候人就有这种，就有跟现在一样的需求了，而且已经做出来了。这节编号0460的老车厢静静地停在博物馆的一角。传说一位名叫 Kate 的女子曾在这节车厢里亲眼目睹爱人死于一场斗殴，悲痛之下，她也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从那以后，许多人说在夜晚见过她的身影悄然穿行于车厢之间。或许这只是传说，但每当夜色降临，这列老火车仿佛仍在轻轻呼吸，带着100年前的故事与记忆。好了，这就是我们这次火车旅行的全部故事了。离开科罗拉多的前一天，我们沿着那条100万美金公路，在风雨过后的阳光里，拍下了最闪耀的秋天。这些画面就像是这趟旅程送给我们的礼物。感谢你看到这里，咱们下次再见。可以啊，真好，好可爱。哟，软软的，他很高兴，你看。你真可爱。哦，他还挺，哟，他很喜欢你。啊，喜欢我。看来你的手摸什么动物，他们都很喜欢。柔软啊，你好。你真棒。真棒。你真漂亮。叫Sunshine。Sunshine。真乖，开心了，见着人了。对，他一会儿跟我们一起出去玩。对，开心吧？是不是开心？后边有车是吧？对，有车，没事。就是这儿，就这儿。对，哇，看有没有？我靠，看见了吗？啊 ，Oh my god，就感觉这个它是一块断崖。对，就是感觉它是一块石头。你看见了吗？刚才？我看见了。哇，就是不能看，就是看了之后觉得太恐怖了。好，我们慢慢的左拐，稍微往右拐一点。好，然后我们就直行。我靠，这还小心路呢，不会有路的吧？好，直行啊。好，什么也看不清楚。我靠！这什么也看不清楚啊，就只能看地图啊！我天哪！就像用盆在泼呀！对，我天哪！好，我们现在直行，还直行。哎，我们回来了！哎，太危险了，简直是太危险了！刚才。而且我们手机收到了那个就是灾害警报，就是洪水的洪水警告，就是因为刚才水确实太大了，雨太大了，一路就看有落石啊，就是头发都变成这样了。对对对，然后关键是现在10点了，我们回来以后看我们吃什么，就是昨天和今天中午剩的菜，看这是昨天剩的，这是今天中午剩的，你看汉堡，而且还没法热。对。
是因为这2个盒子吧，它不太适合微波炉，但是所以我们俩只能吃凉的了。对，我都不想说了，我就是大家可能随时会看到我们俩就消失了。我觉得也有可能会改行吧，做点别的。有可能啊，太危险了。反正咱活着回来了，好吧？晚安。然后临时登机之前，我们决定把机票取消，然后想继续完成这一次行程。我觉得这次旅行太极简了，太疯狂了，就是因为天气导致的。我觉得实在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们俩在做什么，但是就想坚持把这事儿做完吧，就是觉得太难了，想做好。太难了。